离开上海已经10年了，如今报纸上零星的消息拼凑起来的，是一个人心浮动、局势动荡的上海。而我的父亲，却在这个风口浪尖，成为了华商总会会长。那座熟悉的木工馆里，也早有了新的女主人。轻一点好不好呀？快一点，都几点了呀？哎呀，这谁摆的花呀？怎么都歪掉了呀？弄好快点呀！婉婷小姐让派车去接她的小姐妹，可是家里的车都派到火车站去接督军和镇守使了，只剩下1辆车，一会儿还要到码头去接婉清小姐。哼，这辆车去接好了呀。可是婉清小姐的船很快就到码头，时间上恐怕来不及。小慧呀，弄脑子瓦特了。我讲的话你听不明白吗？多事。婉清，今后你要多为自己打算。如若回到穆家后过得不顺心，就变卖我当年留下的嫁妆，自立门户，好好过日子啊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听您的话，替您和哥哥好好活下去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ちらへ。どうぞ。何か欲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？講師の新聞もくださ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亲爱的，我感觉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你坐这儿自己先吃会儿，我去躺一下，好不好吗？那怎么行呢？没有你，我怎么吃得下？我是真的不舒服嘛，你乖啊。乖乖待着，我一个人呢，吃不下。但是我是真的难受，这样，不信你试试，真的很痛啊。去吧。お嬢さん、新聞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子不疼了。为什么开我箱子？你这样贸然行动是会出事的。徐督军在上海的根基很重，你以为买通了上海防守司令就可以把上海翻天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你就是想偷我的布防图，给徐伯钧的人，对吗？走漏了消息，你就会取消行动。少帅，其实啊，我这么做是在帮你，我是为了阻止你犯下大错。既然背叛了我，还说为我好，少帅。你这话说的，我对你的真心，难道你感觉不到吗？别出声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日本人 ，Japanese。Okay, be quiet, or I will kill you. Okay. Someone will pick me up under there. If I don't show up, they will call the police. Come with me. No! Relax. And now, you have to stay with me. I will let you go. Get out. Stay here. You have to remember what I say, okay? Let me go, please. Sure, come with me. Go, come with me.
Are they waiting for you? Forget everything. Don't let me down, okay? Go. 小心小心，麻烦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 こんにちは。嗨，こんにちは。老吴，事情进展的都顺利吧？徐伯君这2天对我盯得越发紧了，我去哪儿都派人跟着我。我说今天到码头来接我的外甥，才甩掉了盯梢的人。老吴，我怎么觉着你在占我便宜呢？没办法呀。 他一直在揪着我的把柄，想让他的心腹取代我。我吴相应的死活，就靠你谭家军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一个人进城，所有的家当都在你身上，我是真把你当自己人。当年你在战场上救了我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知情重义的人。你肯跟我，就算瞧得起我。只要我有一口吃的。 饿不死你。哎，少帅，那你那些兵都在城外布好了，放心，他们靠谱得很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刚才跟你出来那个女的是谁呀？你还记得徐曼吗？嗯。她当了叛徒，我在处理她的时候被那个姑娘撞见了。那你是不是应该把她给……小心小心，麻烦让一让。 他能听懂中文，糟了，追！啊！家里的司机怎么还没来？没看出来。 你还挺聪明，别装了，老实点儿。别动！别碰！ 这位先生，我只是回过来安葬我母亲的，我保证绝不会乱说话。穆婉清，你差点把我骗了，我还以为你是个日本人不碍事儿。你要干嘛？ 就得委屈你，这段时间跟我靠在一起，防止你捣乱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嗯，少帅，我看还是一枪把他给毙了，扔江里算了。哎，老吴，把枪放下，这不多一外甥媳妇儿吗？算了吧。还是少帅懂得怜香惜玉啊，好吧。老实点儿。 路小心点好吧？真是的，妈，哎，我这身衣服好不好看？和关爱哥哥般配吗？哎呀，哦对呀，你呀，
不要整天张口闭口都是光耀。我们也是名媛小姐啊，矜持一点好吧？妈，我再矜持，这关二哥哥可要被别人抢走了。这次徐都军来上海呀，是有求侬爸爸的，侬同光耀的师弟呀，板上钉钉呀。真的呀？嗯。老吴，先回去吧。上海防守司令部预留的房间。那这位女士的呢？我是吴司令的外甥，这位是我的妻子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核实。那就不必了。这是您的钥匙，房间在4层。多谢。走吧。军府的人，少帅，这边。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昨天晚上咱就不能玩那么邪乎，你不听，这钥匙丢了，这怎么办？丢不丢人？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二位见笑了。找死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下意识按的电梯。走。进。走开！你要干嘛？是我问你才对吧？从下船到现在，我一直在配合你。你要我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陪你演这种戏吗？我脸皮也没有那么厚啊。小嘴还挺能说，确实怪我，假的真不了。这假老婆肯定不能跟我一条线。
要想解决问题，那就得来真的。你要干嘛？走开！我陪你玩点邪乎的。占我便宜，你想得美！不想死，就乖乖待着。少帅，听说督军正准备在晚会上提你跟婉婷小姐的婚事，恭喜少帅抱得美人归。少帅，您是不是还惦记着小时候那个要好的婉清小姐啊？小心呀！不好了，夫人，怎么啦？没有接到婉清小姐，在老爷回来之前，一定要找到她，晓得吧？是。哎，真是，不就晚到一会儿吗？码头上等等就好了呀。喂，舅舅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晚上一起喝一杯。哦，好，那个晚上我们见面好好聊一聊，那就6点，鸿宾楼见。好。您是不是还惦记着小时候那个要好的婉清小姐啊？不要动，保护少帅。少帅，光耀哥哥。婉清，光耀哥，真的是你？
简直像做梦一样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到上海，好久不见。10年了，你都长成大姑娘了，你怎么都不给我写信呢？刚才电梯里那个，是你丈夫？他不是我丈夫，是他绑架的我。绑架？少帅，人已经跑了，整个酒店搜过也找不到。跑得够快的。婉清，那个人为什么要绑你？我和他是一艘船来上海的，我在船上看到他杀了人，他就把我给绑了。杀人？嗯。他是什么身份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来接他的人都喊他少帅，可能是个军人。老吴，老吴，老吴，谭少帅，你怎么现在来了？我们不是约好晚上6点在鸿宾楼吗？来不及了，那女人跑了，拿着箱子走了。那箱子里面有这次兵变的布防图。什么？还有更糟糕的，那女人可能碰上了徐伯钧的人。你看，这是带有特制过滤嘴的香烟，应该是北洋军烟厂特供给各省督军府的。上海是徐伯钧的地盘。抽这种烟的肯定是他的人。你是说，这个女的拿着布防图，被督军府的人救走了？这是最坏的可能。我早就让你杀了她，你就是发善心。这下好了，你这是要把我害死！你先别着急，听我说，事情还要转机，我有办法。说，徐伯钧的专列刚刚到上海，所以就算督军府的人把那个女人抓走了，这消息也没有那么快传到他耳朵里，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提前动手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兵变这种……嘘，这种事儿能是儿戏吗？吴响应不打无准备的仗。老吴，你是要反悔吗？喂。光耀哥，少帅，督军们火车已到站了，要我们即刻出发去木公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正好把婉清带过去。是。10年了，我终于要回家了。等待我的会是什么？今天晚上动手啊，肯定不行。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那个女的。防止事情败露出去。不，我们必须要先发制人。一旦让徐伯钧反应过来，一切都晚了。现在裴督军在上海，如果我们要行事的话，那他……等等，听我说。如今北京政府分量最重的就是徐伯钧和裴勋。如果裴勋不在上海，即便我们兵变成功了，让徐伯钧认了栽，那裴勋也可以借着北京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。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可如今裴勋人在上海，我们可以逼他和徐伯钧一起表态，以绝后患。老吴，谭家军现在就在城外，而且我已经下令，今晚必须动手。如果你不配合，那到时候你城里的兵听见外面已经乱了，肯定是陷入被动，到时候就一点胜算都没有。你下命令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我这是在救你。这个时候你必须破釜沉舟，才有可能活命，明白吗？救我？可笑！老吴，你只有这一次翻盘的机会，时间不多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你信我一次，我们赌把大的。通知各营，行动提前。糖醋小排给光耀多准备一点，鹅肝分开放。夫人，去吧，赶快跟厨师说。是。哎呀，夫人，婉清小姐没找着，要不
请巡捕房帮帮忙。木方啊，我都快急死了呀！你也是用得着兴师动众吗？传出去好听啊！赶快派几个人去找。哎，老爷。啊，老爷回来啦！老爷，哟，怎么脸色不好呀？心累。英国人对革命军保持中立，他们不希望我出钱支持参与战争的任何一方。现在我们两家结亲，肯定是想让我出军饷。这不让我左右为难吗？爹，这徐督军可是我未来的公爹，您可得帮衬着点。不要说我一个做生意的，就是你未来的公爹徐督军，也得让着英国人。老爷，工部局来电话了。好。妈，我就说嘛，这10几年没见，爹爹提都没提穆婉清。侬脑子拎得清点好不好呀？不管怎么样，他也姓穆，面子上要过得去的呀。再说啦，侬爸爸啊，希望我们一家人和和睦睦，侬晓得啦。你放心吧，我最会讨爹爹欢心啦。夫人、小姐，徐公子的车子到了。哎呀，光耀哥哥来了。哎，侬是淑女啊，矜持一点呐。哎呀，去迎迎。光耀哥。光耀来啦！穆夫人，你是谁啊？光耀啊！婉婷小姐，有劳你们2位出来迎接，光耀真是荣幸之至。侬客气了呀，侬是贵客呀，应该的。不过，这位小姐是……好久不见。我是穆婉清。你是婉清？真的是你吗？居然是你呀，婉清！侬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咱们家的司机啊，太不会做事情了，我让他去接你，居然把你接丢了。好在光耀把你送回来了，阿弥陀佛，下下动啊，光耀。没事的，多谢崔姨惦记。什么崔姨啊？我妈现在可是穆公馆的夫人，你得叫夫人。没关系啦，叫什么都可以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啊，对了呀，你们2个人怎么会在一起的呀，光耀？这可能1、2句话说不清楚，请夫人先把婉清小姐安置下来吧，她这一路也累了。好呀，好呀。徐成，把箱子给婉清小姐。是。小翠，赶紧帮大小姐把行李拿上去。没事，我帮婉清小姐提上去就行。请问房间怎么走？我带你们过去，这边请。谢谢。光耀哥哥，妈，先别慌，问清楚再说。你光耀哥哥从小就心眼好，跟他又是旧相识，对他。只是可怜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罢了。请。这边。哒哒哒。
等等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我的箱子给我吧。我先帮你送上去。我自己来吧，这里这么多人看到也不好。没事，我来帮你送上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你的箱子。婉清小姐，这就是您的房间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锁被撬开了。这是那个男人的箱子。少帅，看来绑你那个人身份确实不同寻常，有夹层。姐姐，这是妈妈为你准备的衣服和头饰，舞会马上开始了，你赶紧梳洗一下。光耀哥哥，徐伯伯马上到了，我们下去一起去接一下吧，正好也让姐姐梳洗一下。好，我先跟你下去。先换洗吧。光耀哥哥，我今天穿得漂亮吗？很适合你。婉婷小姐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。我去那边等你。少帅，今晚盯紧点，排些机灵的，场内场外随时听令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感觉要出事。哎，冷静冷静，各位冷静，各位小姐冷静啊，冷静啊，各位小姐冷静一下，不要激动啊，大家不要激动，各位小姐冷静啊，冷静一下，各位小姐，别激动。裴少帅，少帅，少帅。苏少帅，真是的，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出去迎接你们呀。夫人是长辈，怎好冒犯？况且我们刚从百乐门那边过来，也没带随从。夫人，光耀可来了。哦，他早就到了，刚刚还同婉婷一起招呼客人呢。夫人不必费心招待我们，我们自便就是。好呀，好呀，慢慢玩啊。啊，好好玩，朱师长。裴少帅，崇德女中，谭桑榆。这是？我今天来呢，就是跟你打个招呼，顺便通知你个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谭桑榆要追你，裴少君。什么？伤风败俗！你是个女孩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要追他？那怎么了？我可是新时代女性，思想自由。光耀，
叫你喝酒你不来，自己提前跑来陪穆小姐说话，好性子啊！口舌轻薄，光耀必是有正事的。我猜也是，他向来这么稳重，怎么会看上那个刁蛮张扬的穆家小姐？看你神色不对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少帅，督军快到了，我们去迎接吧。督军好！哈哈哈哈哈！穆公，督军，别来无恙啊！督军莅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穆公过谦了，穆公才是上海第一大亨啊！以后咱们成了亲家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还望穆公多多关照。督军说笑了，我一个生意人，哪敢关照督军府啊？该是督军庇护我们才是。哈哈，二位贤侄也来了。你们跟光耀既是同窗又是发小，今天借穆公的宝地，你们兄弟三个好好聚聚。师伯，外面风大，我们进去聊吧。请。徐伯伯。光耀哥哥。报告，进来。司令战报。报告。司令战报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这么高、短发、很可爱的女学生？没有，小姐。哦，谢谢。老裴，这光耀都被拉去应酬了，你别只光顾着自己喝呀。走，咱俩转转去。你想去就去，别带上我。别呀，难得能碰见这么多漂亮姑娘，不能浪费这大好时光呀。唉，哪个不长眼？抱歉。哎呦，是我不长眼，这是天女下凡了。
哎，被人遮傻了。收敛一点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老裴，快，你快帮我找一下，我丢了个东西。你丢什么东西了？我刚才第一眼见他的时候，我的魂儿丢了。怎么样？我说过我们不会输。哎，这3营啊，有个叛徒，差点就给督军府发报，好在营长发现及时，要不然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上海滩能者居之，所以啊，老天都在帮我们。哎，我说啊，你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险啊？是不是就没你怕的事儿？你知道这一天我等了多久吗？我可是准备了整整10年。是。哎，我谭家军的弟兄们终于有了安身之地。为了今晚的胜利，干一杯！啊，这徐伯钧啊，现在还在木公馆参加舞会，为他的5省联军筹款呢。他可万万想不到，这上海啊，马上就要变天了。走吧，我们也尽尽地主之谊。走。居然是上海的布防图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历？上海属越城督军府管辖，我们在徐督军的庇护下，上海才有了一方平安，我们才能够安安心心的做生意。我建议，我们代表上海工商界，敬徐督军一杯。伯君兄，哈哈哈哈哈！各位，木工所言不尽然，其实是我徐伯钧离不开上海工商界的支持。今日前来，一是为了答谢各位多年来对我徐某人的厚爱，二是我与木工10几年来相互扶持，彼此情谊深厚。如今两家儿女已经长大成人，我希望这份情谊能在晚辈身上延续下去。我先干为敬。好，来，干！好。现在我宣布，今晚的舞会开始。下面请各位把舞池让给我们的一对璧人，徐少帅、穆小姐。好啊，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你该邀请的是婉婷，这样说话方便。但是我不太会。没关系，我带着你。
别耍小孩子脾气，客人都在呢。可是明明跳舞的人应该是我呀。行了你，里面是什么？是一张上海的城防图。城防图，确定？我确定。木工，这位小姐是？啊，我跟我前妻的女儿婉清，刚从日本回来。都长这么大了，若不是当年罗督军，两位督军莅临寒舍，战火硝烟的事儿我们就不谈了啊。木工，伯爵兄，这个成立五省联军共同抗敌之事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两位督军谈的是军务，穆某不懂，我先去招呼一下其他客人。这个木工啊，没等咱们张口就走了。他心知肚明，军饷的事情我们有求于他，他这种态度是表明了不想掏钱呐。依我看，不如今天晚上将他一军。今天晚上我们就推选出联军总司令。我在日本的时候辅修了建筑学，那个上面有等高线地形图，还有上海周边的军事标识，并且连桥梁、道路的宽窄都记录得很详细，很明显是一张军用地图。但是跟普通军用地图不一样的是，每一个标识后面都有驻军人数，还有一些箭头，我猜是进攻方向。糟了，你是不是知道那人是谁了？我妈妈的骨灰还在呢。我答应你，一定把你妈妈的骨灰找回来。你等我一下。诸位，听我裴某人说两句。今天诸位嘉宾齐聚幕府，共襄盛举，感谢木工盛情款待。我还想提醒一下诸位，前方激烈的战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革命军不可小觑。如果我们华东五省再不联手，任由革命军摧城拔寨的话，接下来将要倒霉的，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了。既然今天各镇守使、各司令都在场，我们可以借由木工的宝地，推举华东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人选。这个提议不错，是啊，是不错啊。我裴某人首先推举的是越城督军徐伯钧。诸位有异议吗？看来由徐伯钧担任联军总司令是众望所归。对，好，弟兄，行，鼓掌。好。如果都没有异议的话，我裴某人现在就可以宣布了：华东五省联军总司令由越城督军徐伯钧担任。我反对。你是什么人？知道私闯木公馆的舞会是什么下场吗？我是谭家军少帅谭玄林，江城镇守使谭子尧是我的父亲。
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谭子尧的遗孤啊！啊，应该不会有人邀请你参加木公馆的舞会吧？我的父亲曾经是江城司令，我叔叔谭子杰现在仍然镇守江城。这选联军总司令怎么能少得了我谭家呢？没错，谭家确实是名声在外啊。堂堂镇守使，竟然死在一个马匪的手上，你爹也是头一份啊！谭家马匪出身，这是赶上黑吃黑了，着实可惜。哈，这位小兄弟，大家今天无意冒犯令尊，只是就事论事。不过今天的推举确实与你谭家无关，所以请你马上离开。我们自然不会跟一个孩子计较。徐督军，可别把我当孩子呀！你们谭家的番号10年前就被取消了，你怎么还有脸敢闯到这里来？如果再不识相，我可就要叫人把你轰出去了。我这次来啊，正好趁着大家都在，宣布一个好消息：上海防守司令部已经由我接管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的人身安全都由我来保证。你来接管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吴相应人呐！徐督军，别费力气了，我来叫吧。吴相应。吴相应，不好意思，徐督军，现在上海防守司令部只听谭少帅的命令。好啊，谭玄林，你竟然跟我玩阴的，你这是造反！这上海十里洋场本来就是能者居之。你徐伯钧可以，为什么我谭玄林就不行呢？小子，你还懂点礼义廉耻吗？啊！革命军来势汹汹，你居然在这调转枪口对着自己人！哟，裴督军，现在说我是自己人了？怎么样，被小兔崽子咬一口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岂有此理！把他抓起来，我看谁敢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谭玄林，把枪放下！原来是徐督军的公子啊！你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我不想取你性命。上海是我徐家的地盘，你让其他宾客先走，不要连累他人。我们的事可以坐下来谈。谭玄林，你这是找死！徐督军，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状况。这木公馆已经被我包围了，这铁路、公路、码头都由我的部队驻守。就算你们出了木公馆，也出不了上海啊！你给我出来！把枪给我放下，否则我就打死他！关我屁事！对啊，你为什么要拿枪指着我？别跟我演戏了，她是你妹妹，我说的没错。姑娘，我什么时候认你做的妹妹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记忆力太差了。你告诉我，我认过你做妹妹吗？
对啊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他是谁啊？你抓错人了吧？刚才他进来，你看他的眼神就开始闪躲。你们又都姓谭，还跟我说没关系。反正我数3个数，你要是不把枪放下，我就开枪打死他。姑娘，别怪我不救你，要怪就怪你跟我一样都姓谭。开枪吧！3、2、1，开枪！不要生气。谭玄林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徐督军，只要你和裴督军联合向全国通电，承认我对上海的管制权，我立马放你们出城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，我就是不发通电，你能奈我何？在场每一位的性命都比我谭玄林的值钱，但是，如果我把上海向革命军敞开呢？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督军，还有镇守使们，不就被我一锅端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要挟我，没有筹码，怎么谈条件？徐督军，要么你就安安稳稳地做你的联军总司令，把上海让给我，我帮你管着；要么我就向革命军投诚，让你们再上一次战场。怎么样？2选1，选吧。谭少帅，你不过是要上海的管制权，大可不必搞得这么难看。说来听听。谭少帅，其实我很同情你。谭家军10年前被取消了番号，你带着一支无家可归的军队到处流浪，想必吃了不少苦。不如现在让你加入我徐家麾下，我副帅可以保举你出任上海司令，如何？读书人就是巧言令色，但是我不吃这一套，还是刚才的选项2选1，其他的免谈。文清，你要干什么？放了徐少帅，否则我开枪打死你。穆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！今天下午在远东饭店，咱们还出双入对的，这晚上就拿枪指着我，真是太令人心寒了。你少胡说，明明是你绑架的我。会玩枪吗？别走火伤了自己。少说废话，我母亲的骨灰盒呢？这样吧，你让他把枪放下，我就带你去取。文清，别听他的。新欢旧爱，2选1，选我还是选他？谭少帅，我不知道婉清之前跟你有什么过节，但是她的亲生母亲前不久在日本刚刚病逝，她为了完成母亲的愿望，叶落归根，所以还请少帅不要做亵渎亡人之事。穆老板，我对尊夫人没有丝毫的不敬，这骨灰我也妥善保存。只要徐督军一发通电，这骨灰我双手奉上。除非如光耀所言，你投给我的麾下，否则绝无可能。通电全国，兹事体大，我也不是不给你们思考的时间。只不过，徐少帅，你得跟我走一趟。等一发通电，我立刻送你回去。慢着！放了他，我跟你走。文清，文清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爸，我必须去拿回母亲的骨灰盒。
这位谭先生，我给你做人质，你不要再为难我们穆家的客人了。妈，这丫头疯了吧？好一对亡命鸳鸯，你倒是给我证明，你比他更合适。我是穆家的长女，又是徐家的儿媳妇，你把我带走是一箭双雕，同时掐住了2家的喉咙，还有谁比我更合适的？徐家的儿媳妇儿，今天徐家来这里，就是来提亲的。刚刚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了，是我和徐公子跳的开场舞。好，看来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吴香英，把人带走。姓谭的，带我走，放了穆小姐。带走。你。请吧，穆小姐。徐督军、裴督军，穆小姐的命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希望明天一早能看到通电。小四，给我滚出来！是啊。你竟然骗我们！裴少帅，我的姓名和电话都是真的，有空打给我啊，拜拜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啊！连个黄毛丫头都看不住，你丢不丢人呢？少帅，是我的过错。没说你是吧？你知道你今天差点坏了我的好事。哥，你别生气了。你看，今天你给我一个眼神，我立马明白你什么意思了。咱们俩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谭四，这几天他不能出学校。是。哎，哥，不是，哎哥，哥。徐督军，我女儿可是替你儿子做的人质。如果明天早上不发通电，你们不会在我这儿再拿到1分钱的军饷。穆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别忘了，你在上海滩生意做得这么大，如果没有徐督军给你撑腰，你如果没有枪杆子傍身，你就算是富得流油，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一只肥羊罢了。那我就把话说明白。如果我的女儿有个3长2短，就算我是一只肥羊，你们也不可能在我身上再吃到1口肉。哎，别说了，事关他女儿的性命，穆公也是一时情急，现在不是争长论短的时候。父亲啊，我觉得我还是想去一趟。我想再去劝劝那个姓谭的，现在正是用兵之时，如果能将谭家军招入我们麾下，也是一个好方法。谭子尧死后，谭家军一直靠给各镇守使打仗为生，这种有奶便是娘的雇佣军收到我们麾下，也不会效忠于我。父亲可以不必担心，姓谭的若是真有鱼死网破之心，自己通电全国，宣布占领上海便是。他既想得到父亲您的承认，就说明他并不想公然与督军府为敌，往左晚清，不过是想要个台阶下。
少帅。是。你这边也太不讲究了吧？这龙井怎么能用沸水泡？茶味都是苦的。不过饭菜还可以，就是油了点儿，下次送清淡点儿。你当人质当的还挺享受的是吗？既来之则安之，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不敢把你怎么样。你干嘛？你把我妈妈的骨灰还给我。那就要看看你的准公爹徐伯钧什么时候下通电了。你说话别离我这么近，我听得见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你真的要嫁给徐光耀吗？假的。哼，倒是坦诚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替徐光耀做人质？徐少帅之前救过我，我替他算是报恩。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。那么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，你为什么同意我替徐少帅？我之前说过了，这么漂亮的女人要跟着我走，我为什么要拒绝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那你说的我就会信吗？你来上海，不仅仅是安葬你的母亲，对吧？我抽空拜读了一下，其实你才是穆家真正的大小姐。现在穆公馆的崔夫人，其实是你母亲的陪嫁丫鬟，你的妹妹是你父亲和陪嫁丫鬟的私生女，对吧？只可惜10年前你哥哥惨死，你母亲伤心之下带你远走日本，才让那个陪嫁丫鬟和私生女上位。这事搁谁身上，都会咽不下这口气吧？你少用激将法对我，我回上海就是为了安葬我母亲的。人家那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可你呢？是落草的凤凰不如鸡。你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该怎么过，我都替你发愁啊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。如果徐督军不发通电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夫妻一场，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担心我？少帅，徐光耀到了。我今天运气真好，把他带上来。是。徐少帅，请。婉清，没事。徐少帅，不知道你这次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就看谭少帅怎么选了。哦，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要跟我谈判了？我要和你
单独谈谈。谈拢了，自然是好；谈不拢，你大可绑了我，去要挟我父帅。光耀哥，怎么，我敢来，谭少帅竟不敢谈吗？徐少帅，想谈什么，我洗耳恭听。谈你的前途，有点意思，说来听听。裴督军，来喝茶。哎呀，徐督军，光耀这孩子，如果不是为了救幕府的姑娘，也不必降低身份，亲自登门去和一个马匪的儿子说事儿。这话就不用说了。光耀是一个有良心的孩子，他没有忘记，是我们家晚清替他受的过。原来这就是徐少帅说的，帮我找的前途。听起来有几分道理。你若同意约法三章，交出兵权财权，并解散谭家军，这样，我父帅不仅发通电承认，而且会以徐家门生的名义，向陆军总部举荐你。等委任状一到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司令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此时入我督军府门下，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？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说的特别好，我很认同。那我怎么才能确定，在你父亲眼里，我是那只良禽呢，还是肥鹅呀？你什么意思？徐少帅，我是怕呀。你说我要是凭借一意孤勇占领了这上海，那这在同意了约法三章之后，这兵权和财权全部交上去，那我这督军门生和这上海的司令，我才能做几天？你信不过我父帅。徐少帅，这话不对啊！你们非得逼着我把兵权交上去，不也是信不过我吗？你这样以下犯上，我父帅肯承认，还保举你出任上海司令，已经是宽宏大量。你想坐稳这个位子，交权是你唯一的出路。这么说，我没得选，你只是过来通知我的，并不是跟我商量的，对吗？这事没得商。你若交权，我们让你当这个司令；你若不交，这个司令能当几天，就全看你个人造化。等革命军退了，我督军府大军回师，到时候要你交的，就不是权，而是命。看来我真没得选。谭少帅，你带兵进上海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捅了一个大娄子了吧？你我各退一步，是解决这个问题最体面的方法。你也不想，上海这10里洋场变战场吧？徐少帅，我这个人呢，不贪财，不弄权，
这兵权、财权全部都交上去，我都没有问题。只不过我谭家军的兄弟们跟了我10年了，不给他们找条活路，我不可能撒手不管的。这个简单，我可以把你谭家的兵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，只要他们愿意脱军装、缴枪、卸甲归田，我保证，督军府绝不会为难他们。好，我同意了约法3章之后，那你又怎么保证你的父亲不会出尔反尔对我下手呢？那我要怎么，你才能信呢？这样，你的父亲在举荐我的同时，也举荐你，出任上海防守司令部的督办，常驻上海，配合我处理上海的防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谭少帅，你是要我当你的人质吗？哎呀，许少帅，我拿你当兄弟。再说了，这上海鱼龙混杂，门道这么多，在咱们司令部，我不得找一个体面的人充充门面，不是吗？我若答应，你便与我约法3章，自然一一照办。好，这个督办我当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，他又加了个条件，让光耀留在上海做他的督办。哦，并且要求我和裴督军联合通电。裴督军，你意下如何呀？那就得看木工的诚意了。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。你们都谈了什么？这个你不必管。总之，事情解决了。谢谢你啊，为了我这么一个小人物，还冒险去谈判。谁说你是小人物了？大家都很担心你，不然的话，姓谭的又不是傻子，他怎么能同意你代替我来做人质呢？那是因为他不知道，本来和你跳开场舞的应该是婉婷。我坦白和你说吧，我本无意与婉婷联姻，但时局动荡，长辈们有意，我也不好违背意思。本以为已经板上钉钉的事，却不想你的出现打破了局面。也许这就是天意。我和副帅打过电话了，等通电出来，我就带你回家。你怎么能答应呢？这约法3章就像3道紧箍咒，财权兵权上交，你谭家军解散，你就成了光杆司令了。这徐伯钧要是秋后算账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呀。哎，老吴，你放心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先哄着徐光耀，让他老爹发了通电。先让我坐上这上海的司令位置再说。咱们现在没权没钱，这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不成？哎，这通电怎么还不来呀？哪有那么着急呀？现在来不来通电就跟我们没关系了，关键要看穆老板肯为他这个女儿出多大价钱了。木工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好歹也退让一步吧。毕竟你的姑娘现在还在虎穴狼窝之中，你就不心疼吗？督军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变故啊？不会，
我和副帅说得很清楚，现在也许正在拟电文呢。你不要怕，他不放你走，我也绝不离开。只是没有想到10年没有回来，上海竟然乱成这个样子。都是我们军人的错。你可千万别自责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都是穿军装的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跟我说过，军人的枪不是用来杀人的，而是用来救人的。战场上的流血牺牲，正是为了以战止战，打出一个和平来，给百姓好日子过。没想到这些话你都还记得。小时候不明白，没想到长大以后已经在日本了。怎么小时候我明白，长大却不懂了？不说这个了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这些年我想给你写信，但却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寄。你不会是还惦记着我摔烂你的飞机模型吧？我现在可没有钱赔你。那才不是你摔烂的，是你哥，他当时不行。对不起，文琪，不该提这个。没事啊，我哥那么爱热闹，多一个人记得他，他会很开心的。夜深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我在门口守着，有事你随时叫我。我哥要是还活着，也和你一样年纪了。少帅，少帅，是不是通电来了？哦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各省督军啊接到了徐伯钧和裴勋的联合通电，任命你为上海城防司令。这些贺电啊都是早上收到的。哦，对了，陆军总部的委任状。看来穆老板是下了血本了。这门生二字有点碍眼呢。没事，睡迷糊了。还好吗？二位睡得如何呀？看谭少帅精神焕发的样子，想必是得到满意的结果了吧？当然满意。我一个山沟子里出来的马匪，莫名其妙的成了世家门生，我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呀？谭少帅，哦不，现在应该称谭司令了。到底有些意难平了。要说不满意的吧，还是有的。这令尊啊，实在太磨叽了。今天早上才发通电，我这一晚上都没有怎么睡好啊，哪比得上少帅您呢？这温香软玉，一夜春宵啊！你胡说什么？谭司令，你我以后还要在司令部共事，彼此还是放尊重一点吧。尊重，当然尊重。但是，这好吃好喝，还有美人入怀，我羡慕得不得了。我昨日在门口休息，并未和婉清共处一室，不信，也可以向你的士兵求证。哦，徐少帅。人在门口，
心痒痒吧？谭玄灵，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徐少帅啊，开不起玩笑。那咱们走吧，我亲自送你们出去，给足你们面子。笑你？要你给我们什么面子？哎，面子嘛，谁会嫌多呀？徐督军，感谢徐督军对我的信任与支持，我一定恪守军人天职，履行保境安民的职责，守护上海一方平安。穆公，让您破费了，谭某感激不尽。只要我在上海一天，您就可以高枕无忧。谢谢。记住啊，我们的约法3章，我等着看你的行动。好。吴湘英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督军，我是您的门生，吴副司令自当忠心追随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今天要跟穆公道个歉。我实在不知道婉清小姐是您的爱女，所以多有得罪。等婉清小姐和徐少帅大婚之时，谭某必定大礼奉上。好了，你们2家儿女亲家团圆难得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不过徐少帅，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让你捷足先登了，好福气。哎，什么叫捷足先登？司令，你的箱子。婉清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婉婷小姐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是谁太过分了？明明和你定亲的人应该是我。婉清，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和我抢光耀哥哥？副帅，我们就先进去了。走，停。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！哎，老吴，你刚才看见没有？我说穆婉清和徐光耀婚事的时候，穆家那位小姐脸都气绿了。这穆婉婷啊，和徐光耀青梅竹马，之前传闻他们已经定了亲，现在半路杀出个穆婉清来，他脸色能好看得了？对呀，你不觉得这是一出好戏吗？二女争夫，哼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明白就对了。哎，司令，刚才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箱子拿回来？老吴，现在我要是把箱子拿回来，那到时候怎么让婉清小姐再登门造访？谭四，先送老吴回司令部，咱们2个出城去看看兄弟们。先让穆婉清那丫头好好享受享受团圆之喜。号外！徐国军通电全国，举荐门生谭玄林担任上海防守司令长官。25岁谭玄林成最年轻上海王。婉清哥，我要谢谢你啊！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一定会答应你。谢谢伯父，昨晚的事情啊，您不必挂怀。我站出来也不光是为了光耀哥，更多的是为了拿回母亲的骨灰。而且我要是知道昨天那么危险，我就不敢站出来了。哈哈，婉清真是个诚实的孩子呀。恭喜少帅出任上海司令！恭喜少帅出任
2个时辰拿下了上海，这才是我们战无不胜的谭家军。谭家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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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家军。徐伯钧的兵在上海养尊处优惯了，根本就不经打。这上海滩啊，迟早是我们谭家军的，到时候也轮到你们养尊处优了，可绝对不能变成那个样子。放心吧，司令，我们都是过苦日子的人。再说了，流浪过10年，好不容易有了个安定的住所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。哎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跟着我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那是，您15岁就带着我们南征北战讨生活，跟着您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们绝对不会丢脸。怎么样，兄弟们都安置妥当了吗？报告司令，所有的将士训练生活都安排得非常好，放心吧。就是老傅，有什么话直说。你看，这难民们缺衣少穿的，我看着怪可怜的，就让伙房的兄弟们给他们搭了个粥棚，每天给他们喝粥。我知道了，做得很好，有你在，我放心。婉清，你个小贱人，你真把自己当姓穆的是吧？在舞会上你抢尽我风头，还说自己是光耀哥哥的未婚妻，你真不要脸啊你！我视光耀哥为长兄，因为事情突然，我才说我是他的未婚妻。这次算我唐突，我不和你计较。但要是再有下次，我必双倍奉还。我现在要祭拜我的母亲，请你出去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你让我出去？我妈是看你可怜，才给你一个房间住。你真把自己当穆家大小姐啊？我要是当不了穆家的大小姐，你一个丫鬟的私生女就可以吗？你，姐妹2个这是做什么呀？拉拉扯扯的。婉婷妹妹说想要祭拜一下母亲，我说不必多礼，就拉扯了一下。婉婷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。作为后辈，祭拜一下也是应该的。是呀，父亲说的是，婉婷妹妹，那就请吧。婉婷，是啊，老爷，婉婷是应该拜，不光婉婷要拜，于情于理，我也要拜一下萧夫人的。对嘛，一家人在一起就应该和和气气的。是呀，老爷，从今以后，我对婉清要像亲生女儿一样疼爱。婉婷啊，以后要跟姐姐好好相处，好好疼姐姐。婉清啊，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听到了吧？我和妈妈以后会好好疼你的。
妈，您别生气，我今晚就去找爸爸，让他把你的陪嫁都给我。我一定听您的话，不和小人争斗，好生过日子。只是办丧礼、选墓地都还要一点时间，您就委屈在这儿再多待几天。我一定会找到哥哥的平安口，让他陪您下葬，让您早点和哥哥在那边团聚。司令，有屁快放！现在财权上交了，花钱又有督军府管着，那弟兄们的军饷怎么办呀？谭色，谭色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我什么时候拖欠过大家的军饷啊？现在不只是弟兄们的军饷，咱们租的这个小院只付了定金，月底就要结清的。这月底有钱结吗？哪儿有钱呀？不过，你现在已经贵为上海的司令了，人家巴结你都来不及呢。要不这样，你就说你征用了这个地方，他们一句话也不敢说。小兔崽子！我说了，我当上海司令是让你作威作福的吗？那不是，穷啊！说多少钱，直接说。那加在一起，怎么着也得4、5万大洋。婉清，哎呀，婉清，10年没见，长成大闺女了。是女儿不孝，没有陪在爸爸身边，让您担心了。婉清，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提它了。你这次回来，连峰一直担心对你照顾不周。婉婷呢，从小性格骄横，却有口无心。一家人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，别往心里去。是，我会和他们好好相处的。这就对了。我们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，家和万事兴嘛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有什么事情就和连峰说。团圆？难道你真的把母亲和哥哥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我这次回邺城会把跟吴相应关系密切的10级以上的军官全部备案，我要摸清楚吴相应这次反水，他们是否牵扯其中。父亲，我以为不可。不光不能对他们备案，您最好还应该给吴相应发一份官函，日期改写成提前几天，内容是命令吴相应协助谭玄龄办理上海防务。只有将谭玄龄出任上海司令弄成您的意思，才能勉强维护咱们督军府的颜面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今革命军势如破竹，此时调查吴相应反水之事，难免会让军中人心惶惶。若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，难保不会出现第2个吴相应。你小子啊，考虑问题越发周全了。不过，接下来
你想怎么办？既然谭玄龄答应了咱们的约法3章，那我自然是盯着他执行下去。约法3章当然要盯着他执行，除此之外啊，还要盯他的错处，要抓住他一些把柄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就这么把上海给了那个马匪崽子，我这心里始终是窝着火的。且看他们能蹦跶几天吧。是。虽说这次和穆家的联姻暂时搁置，但是呢，婉清回来了，你们俩也是从小长大的情分。现在南北两家都在拉拢穆家，你留在上海，多与穆家走动走动，帮我探探底。尤其是穆家的经营情况，现在暂时吃紧，仰仗穆家的地方还多着呢。是，儿子明白。我知道你向来办事稳妥，但是上海不比越城，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汇报。儿子，切记，万事小心。是，父亲。喂，谭司令，我的日记本你打算什么时候还给我？这么巧，你怎么知道我会还给你啊？你故意不拿走你的箱子，不就是等着我来找你吗？很好，我很喜欢跟聪明人说话。那你现在送过来吧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如果你现在不送过来的话，没准你的日记本就会出现在某个小报记者手上。沪上第一大亨的隐秘家事，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兴趣吧。你还真是无赖。你最好现在送过来，过期不好。行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婉清啊，崔姨，我想用一下车去一下上海防守司令部。哦，婉清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谭司令找我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他就只能来家里。那我就顺便澄清一下，谁才是光耀哥的未婚妻。哎呀，你们这两姊妹呀，一见面就吵啊！去吧，跟孟芳说，就说我同意了，让他给你派车。谢谢崔姨。侬不要客气啊。那我走了。妈，侬的话头永远比脑子快。你，切，哎。光耀，我俩都留下来陪你，够意思吧？少君是真心想留下来陪我，至于你嘛，肯定又是看上哪家姑娘了。主要是为了陪你，然后顺便看看姑娘。他看上那个女明星顾月霜了。你怎么光说我呀？那女学生都追上门来了。我还怀疑你老裴留在上海另有目的呢。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光耀又不用我天天陪，我出去和姑娘们耍耍，也无伤大雅吧。净干些无聊的事。那你说什么不无聊？和你这闷葫芦，大眼瞪小眼吗？哎，你一天不数落我，是不是会死啊？会不会死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啊，从读书的时候就天天吵，吵来吵去还不是腻在一起？要我说，你还是少费点力气吧。哎，对了，光耀，刚才徐伯父叫你过去半天，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正事你不懂。又小瞧人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懒得费尽心思跟你们动脑子。要是我的脑子动起来，你俩都不是我的对手。那，你说说看。
徐伯父是想让你抓姓谭那小子的把柄吧？我说啊，你还是把心思放在女生身上吧，这种事你就少掺和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呀，就是被姓谭那小子给扣下了。为了顾全大局，是身不由己。要是谁问我，我都这么说。哎，等等我！报告，司令，穆小姐求见。让她进来。你的箱子。检查一下。不着急，我慢慢来。坐。我觉得还是当面点清比较好。好。真是可惜啊，一个东西都没少。那我以后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。没有必要再见面了，我们今天两清。穆小姐，话别说的那么满，我想你一定会想再遇见我的。我不是来和你聊天的，我的东西呢？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哎，我记得里面有一段写的特别好，情真意切。哎，好，我不说了。但是我觉得，你爸爸可真不是个东西。这儿子刚死，就带着老婆的丫鬟，还有他的私生女登堂入室，真的不像个父亲。我家的事用着你管？哎，我把赌注下在你身上。你是想和我做交易？聪明，没错。我就是想与你做个交易，只要你从穆家帮我弄出军饷来，日记本我就还给你。你未免太高看我了，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可怜虫，帮不了你。好，那你最好尽快做决定，不然那些个小报的记者已经要花大价钱买你的日记本了，我怕我忍不住金钱的诱惑。你还给我！不给。怎么了？怕了？你别过来！看到这些伤疤，给我留下这些伤疤的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死了。你要不要试试？脸红了？
是看上我了吗？无赖！我一向认为啊，这是我的众多优点之一。说吧，你要多少军饷？5万大洋。不过才5万大洋啊！我还以为多少钱呢？是不是我给了你钱，你就可以把日记本还给我？听穆小姐的意思，财大气粗啊，厉害！不愧是上海第一大亨的女儿。区区5万大洋都用不着穆家出钱，我妈妈的陪嫁就付得起。等我筹到了钱，我再联系你，到时候我们钱货两清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原来我老婆这么有钱啊！我现在都有点舍不得让你走了。少油嘴滑舌，你最好信守承诺。我对女人直耍流氓，从不赖账。等我电话。老爷，你看这块料子怎么样？适不适合做礼服？怎么样？啊，还不错。那就它。呀，满就回来啦！崔姨，哎，快点过来！你看远航新送的料子，挑，有没有合适你的？来，坐。哎，对了呀，好像你刚才去找谭司令啦，没有什么事情吧？没事，我只是拿错了谭司令的箱子，给他送回去。哦，那就好。这早上他送你和关二哥哥回来的时候，怎么不把箱子一起拿走啊？非要你单独去送一趟。这样想来，姐姐和谭司令还真有缘呢，一起坐船回上海，还互相拿错箱子。这舞会的时候，他还帮你去做人质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姐姐和谭司令串通好了呢。这孩子，婉婷妹妹，要是当时你站出来和大家承认你和光耀哥哥的关系，那谭司令带走的人就是你了。姐姐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能这样讲话？婉婷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口无遮拦，衣料不给你做了，给婉清做。哼，婉清啊，哼，农可可。婉清啊，婉婷有口无心，她说话别往心里去。和你崔姨还有婉婷，你们选块布料，每人做件衣服。谢谢爸。真好看。摄影师，哎，来了，小叔叔啊，小叔叔啊，小叔叔啊，你这新官上任不是很忙的吗？怎么有空来看我？那大明星不来看我，只能我来看你了。哪有？你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新任上海王，我怕去找你不合适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是你小叔叔，我看谁敢说三道四。是吗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不避嫌了。哎呀，我都拍了1天1夜了，导演还不让我休息，我快累死了。行，这事儿简单。快，把东西拿过来。各位，好，今天呢，大家都辛苦了，但是顾小姐中午有约，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啊。啊，好。谢谢导演。啊，没事。走吧。对呀。我带你看看我新装修的办公室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哇，小叔叔，你这办公室可真气派。哎，你带我来这儿，真不怕被人看见啊？我们家双儿长得这么好看，我为什么要怕被别人看见？哼，没想到我一个演戏的，以后也有上海司令撑腰了。
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全上海滩都得给你面子。面子我自己挣，不用借你的威风。真没想到啊！当年在战场上我捡回来的小丫头，现在变成大明星了。当年你也才15岁，没比我大多少。那怎么了？那也是大。你不还得管我叫小叔叔？去。关耀兄。 哎，徐督办，留步。双儿，你呢？去隔壁的卧室等我一下。卧室？去吧。哦。徐督办，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徐督办，徐督军已经上火车了吧？ 这徐督军还在生我的气吗？谭司令，敬请放心，只要你信守承诺，副帅一定不计前嫌。太好了，承蒙督军的厚爱。我谭全林呢，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在上海的衣食住行我全包了，只要你开口，我砸锅卖铁都帮你办到。谭司令，我觉得这些并不要紧，主要是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。 不就是你那老宅子翻修的问题吗？我在上海给你找了最好的工匠，来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我还在你的办公室给你造了一个卧室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个办公室绝对是别具一格的。谭司令，我是觉得，哎呀，你听我说，我还在里面藏了个小秘密。走，快！这里就是了，你看看啊。 这里呢，就是你的办公室。这些是香港买的，都是上等货。这个是卧室，这里面还有一张大床，这床板都是上好的紫檀木。啊，我还特意给你买了一个美国的床垫，名字叫什么呢？叫什么？哦，席梦思。来，你来感受一下，特别舒服啊。 够宽，够软，哎，不管几个姑娘都能睡得下。谭司令，这里是办公的地方。哎呀，你说我这脑子，没错，必须要谨慎。所以啊，我在办公室和卧室之间做了一个暗门，平时你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，隔音特别好。 我来上海，是来协助你办理上海防务的，不是金屋藏娇的。徐督办，你是不懂风情啊，你总得生活吧，不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咱们说好了约法3章，那就得赶紧执行下去。用兵用钱流程规则我来定，至于谭家军的解散安置，恐怕还得谭司令你自己处理。生活上我没那么讲究，给我一张行军床就行。行军床。 哦，好，行军床好啊，徐督办，很懂情趣啊，我马上办啊。谭四，双儿，走了，给徐督办买床去。司令，买东西这种事儿，你吩咐我一声就行了，干嘛还亲力亲为啊？你不懂，我是不想跟徐光耀面对面的待着。这是为何？这徐光耀来找我，无非就是想谈谭家军解散安置的问题。我先躲他几天吧。切，反正您老人家都打算阳奉阴违了，你就答应他呗，躲什么呀？
我答应的太快，徐伯君会起疑心的。我先躲他几天，然后再让他对我施压，我再妥协。这会让他觉得我是迫于压力才妥协的，这样他就不会起疑心了。哎，但是你这躲得过初一，你也躲不过15啊。15到了，事儿就办完了。小叔叔，这张床不错。行，就他吧。好。哎呀，这早上他送你和光耀哥哥回来的时候，怎么不把箱子一起拿走啊？非要你单独去送一趟。婉清啊，找爸爸有事。爸爸，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应该跟您说实话。好，说吧。这谭司令的箱子，确实是他故意让我去送的。谭司令回来了吗？干嘛呢？快点啊！你们这磨磨蹭蹭的。快点啊！走快点，走快点！来，看着点啊，正好墙角。这是给徐督办准备的行军床。徐督办，动作麻利点儿，都快点儿！谭司令如此关照，光耀真是受宠若惊啊！哎，那是当然了，你是督军府的贵人，跟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粗人可不太一样。再说了，徐督军有恩于我，你的一切要求，我都会答应。谭司令，我对你没有什么要求，我只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把你的士兵安置的事处理好。哎，当然了，走，咱们进去说啊。谭四，把床摆好啊，摆那个位置。好的。谭四，把那个床再擦一下啊。谭司令，我们可以说正事了吗？啊，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徐督办，司令，工部局总统费安顿打电话来，请您前往英租界议去。你没看见我在跟徐督办谈事吗？有没有规矩啊？滚！是。徐少帅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太不懂规矩了，让您见笑了。哎呀，这破事儿也太多了。再说这英国人，我们也不好得罪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去点个卯，最多1个钟头，我保证回来跟您谈士兵安置的事儿。啊，等我啊。谭四，走了，快！少帅，我看他这是故意在躲着你。没事，他躲得过初一，躲不了15。原来是这样，他让你单独把箱子送去，是想让你封口，不要把他杀人的事情说出去。要是因为我连累了穆家，我的罪过实在是太重了。想必不是什么重要人物，不然的话，整个上海滩早有消息了。听您这么说，我就放心多了。这几天我心里一直沉甸甸的，生怕自己给穆家惹来什么麻烦。傻孩子，以后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忙的事，就跟爸爸说，好吗？那我有一件事情想找爸爸商量一下。好，说吧。妈妈的骨灰就要下葬了，但是前几年和妈妈在日本过得不太好，也没有什么积蓄，所以我想请爸爸帮忙。葬礼的费用让连峰从账上支出就行了。多谢爸爸和崔姨的照顾，只是以后这大大小小的开支也不能一直找崔姨拿。妈妈之前不是有一些陪嫁吗？我想拿来做生意。作为穆家的长女，虽然不能替爸爸分担，但我可以自食其力呀。有志气，不愧是爸爸的好闺女。
你妈妈生前一些陪嫁都是莲凤在替你保管，现在是该还给你的时候了。谢谢爸爸。怎么样？按你的吩咐办了。现在我们去哪儿？找费安顿喝酒去啊。哪来的费安顿？我就是那个费安顿，在我面前还演戏，真不知道谁是演员。哎，双儿，你不觉得我这个形象那比你们公司男演员好多了？啊，你怎么这么臭美啊？嗨，这算什么呀，双儿小姐，你是没见过更臭美的。你知道吗？我跟司令有一回刚打完一场恶仗，你知道他老人家下来以后问我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的头型乱了吗？真的？我的发型乱了吗？你乱了！别弄乱了！哎呀，你们两个一样臭美。行了，咱们去哪儿逛逛？去七宝老街吧，那里有很多小吃店都很好吃，而且达官贵人一般不去，那位许督办发现不了，不会穿帮的。你这丫头还有当间谍的潜质呢啊！谁丫头啊？我大明星，走在路上认识我的人肯定比认识你的多，信不信？行了，走吧，七宝老街。你妈妈的那些陪嫁都不在了呀？怎么会都不在了呢？老爷，您不记得了呀？萧家别墅年久失修，那前几年就给工部局盖了俱乐部啦。这房契还是您亲手交出去的呢。那几间铺子也因为经营不善，连铺面都赔了进去。倒是船运公司还经营着，可是也架不住这几年这个时局不好，又打仗，那2艘货轮在长江上被误炸了。这货主啊赔得血本无归，公司赔了货主的钱，也就破产啦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妈妈的陪嫁全没了。啊，我这里倒是还有几件首饰，你留着做纪念吧。大明星，怕别人认出来啊？我怕什么呀？我是避免别人误会我是你谭司令的女朋友，耽误你的终身大事。你要是不介意，我就不戴了。哎，戴着吧。你妈妈的首饰就这些啦。本来呢，我想托人给你们带到日本去的，可是一直没有你们的音讯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帮你收着。但是啊，我隔一段时间就让佣人拿出去打理一下。现在好了，交到你的手上了。翠姨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金镶玉的平安扣？那是我哥哥从小带大的，妈妈的遗愿就是带着它下葬。哦，没有哦。啊，这样吧，你去你哥哥房间找一找。
呦，正伤心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你找东西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找就好。你要找的是这个吧？我哥哥的玉，接住！你。 这死于非命人身上的东西，就是容易碎。哎，道歉！我为什么道歉？是你自己没接住。你对我没规矩可以，但你不能侮辱我哥哥。道歉！我没错，松开！莫婉婷，你要是再得寸进尺，我饶不了你。滚！ 人善被人欺，妈妈，我绝不会坐以待毙，任由他们欺负的。看一看啊，我新到的书，名著，看一看啊。哎，女士，您看看。哎，先生，要伞吗？包的啊。好吧。行了，我要吃这个，我要吃这个。不是吧？你不用保持身材了，不怕上街显胖啊？你忘了吗？当年你在战场上捡到我的时候，就给了我一个糖馒头。你要干嘛？你爹娘呢？都死了。快吃吧。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，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 行，你想吃我们就买。老板，把这个全包起来。哎，好。嗯，给你，谢谢。哎，先生，您看看。这个。谭策，你陪双儿逛逛，我去就回。嗯，你去哪儿？哦，我还有点事要去办，让谭策陪你逛逛啊。哦。 哟，小姐，要看点什么？老板，您帮我看看，这个平安扣能不能修啊？这能不能修？哎呀，咱们当铺修补珠宝的手艺啊，在上海已经是一流的了。但这个摔碎的玉很费人工的，价钱可不低啊。价格不重要，麻烦您一定要帮我修好。 200大洋吧，200就200。老板，你看看这儿，这些首饰。哦，哎呀，这个呀，顶多1000大洋。1000？不可能啊，这都是我妈妈的陪嫁。 这条项链就上万，小姐，你看看这几样首饰啊，都是样子货，看着唬人，其实啊都是碎钻拼的，不值钱。再说，
这兵荒马乱的，这珠宝又不当吃又不当喝的，我给你1000大洋啊，都是良心价了。难道是崔莲凤动了手脚？老板，要不您再加一点吧？不行啊，这1000大洋已经是死当的价了。您再仔细看看。哎呀，真的不行，哟，这已经……这不是财大气粗的穆小姐吗？怎么又是你啊？这不是巧了吗？我要是不来啊，都不知道你都沦落到当首饰的地步了。小姐，你考虑好了没？当还是不当啊？这些都是你的首饰啊？我妈妈的。那你为什么自己不留着？哎，小姐，你要是后悔的话，可以拿回去。就当了吧，不当我付不起您工钱。啊，好。哎，老板，这姑娘欠你多少工钱啊？200大洋。好，明天你到上海防守司令部去领钱，就说是谭司令批的。是司令长官，这工钱算了，我不要了。别，我不要了。差你的1分都不会少。谢谢老板。你干嘛老跟着我？我没跟着你啊。你是不是跟踪我？我跟踪你干什么？啊，对了，你那个假未婚夫啊，现在住在司令部，只要我一回去，他就要跟我谈公事，我又不想和他谈。哎，对了，你别跟他说在这儿碰见我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和他谈公事啊？我为什么要和他谈公事啊？这上海滩的风景啊，灯红酒绿，你闻，整个空气里都是纸醉金迷的味道。哎，答应你的钱我会给你的。你怎么给？女孩子不要太逞强了，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谁说我山穷水尽了？我有的是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卖身吗？那个是谁呀？她是华商总会会长穆志远的女儿，穆婉清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在穆家势单力薄，孤掌难鸣。你需要我，而我正好也需要你。这是你妈妈的遗物，留着吧。你不是也没钱吗？干嘛帮我付钱？笑话，我差的是军饷，数额巨大，不多你这200大洋。当然，这200大洋算是我借你的，到时候我会变本加厉的拿回来。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？你早就知道我筹不到这5万大洋，等我走投无路，你才亮出底牌。很好，我喜欢跟聪明人合作。但我不会和你合作的，我只想过平静的日子，钱我会给你，其他的你想都别想。平静的日子，那也得问问你继母同不同意，别到时候被人骗了，还笑呵呵的帮人数钱呢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不像你满肚子勾心斗角的手段。饿了？我不饿。这样吧，时间刚刚好，我刚才帮了你，跟我去吃个饭。少帅，谭玄林说1个钟头就回来了，现在都几点了？真是一个信口雌黄、毫无信用之人。急什么？他想拖，那我就等。反正他迟早要回来的。哟，来看一看啊！谢谢黄总。好吃吗？您装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去当铺老板那儿修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儿？
好，2百大洋。我哥从小戴的平安扣摔碎了，我妈妈的遗愿是带着它下葬，我就去找老板把它修好。那你也太不小心了。算了。该不会被我猜中了吧？是你那个继母和妹妹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我家的事儿你少管，你不要以为你给我付了钱，我就会跟你合作。你只不过是想放长线钓大鱼。那我们就看看这条大鱼什么时候上钩吧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好的，夫人。小翠，哎，快点弄啊！哦，好。哎呀，满清弄回来啦！翠姨，满清啊，现在外面世道这么乱，你要是再不回来呀，我又要派人去找你了。啊，我出去办了点事情，太多年没有回来了，差点迷路。哎，好像是谭司令送你回来的呀。看来你们2个人最近关系还蛮好的。我在七宝老街碰到他了，他在帮光耀哥置办家具，就顺道送我回来了。置办家具？好像是徐家的老宅在修，所以光耀哥要暂时在司令部住。哦，那个……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啊，你肚子饿不饿呀？我给你煮点东西吃。不用了，谢谢崔姨。休息吧。看来我在穆家的一举一动，都在他的监视中。今儿喝太多了，咱别去了吧。快点儿，我要跟徐督办谈正事儿。快点儿！你这徐督办，哎，这要不咱回去吧？这都这样了。啊？不行，我今天要跟光耀兄谈正事儿。哎呦，慢点，司令。徐督办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一下没看住我们司令，一下喝多了，这回来路上都说胡话了，但是还是要来见您。您看这不这。徐督办，这边。这。不好意思，徐督办，今天我是来跟你谈正事儿的。都喝成这样了，还谈什么谈？你谁啊？没看见我跟徐督办谈正事儿吗？你插什么嘴啊？哎，行。不懂规矩。光耀兄，你说，我听听。不好意思啊，徐督办，要不明天再说吧。他这一喝多就容易吐，万一吐在您办公室里，那多不好呀。我先扶他回去休息，好吗？看来谭司令今晚是真的醉了，那就明日酒醒再议。你们赶紧扶他去休息吧。哎，记得晚上留人贴身照顾着点。我没醉。哎，行，司令，别拉我，谭四。哎，行了，我跟徐督办谈正事儿。失礼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徐督办，等我一下啊！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，我跟你谈正事儿。你等我马上跟你谈。明知道您在等他谈正事，还喝成这样，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。你以为他真的醉了吗？慢点，司令。我还没谈完呢。我谈正事儿。双儿小姐。哎，好，小心。谈正事儿。小心，来，慢点走啊。谈正事。怎么样，大明星？本司令的演技如何呀？哎，小叔叔这演技炉火纯青，连我们公司男演员都甘拜下风。那是。我们司令这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技法，那是无人能及。哎呀，我倒是挺可怜那位徐督办的，被你晾了整整1天，还要让谭四照顾你，这样的正人君子，
哪里是你的对手？哎呀，你呀还得再学2年。你以为他会信吗？他只不过是借坡下驴罢了。啊！原来你们2个都在演戏啊！这不叫演戏，这叫棋逢对手。谭子，拿点水，拿点水。光耀就住这里呀？是。唉，光耀啊，你的办公室真的不错，可是再怎么好，也不能和家里比呀。光耀啊，你从小到大，只要一来上海，都是住到木公馆的呀。谢夫人好意，光耀心领了。只怕谭司令多想，以为我嫌他照顾不周。你呀，总是替别人想，你顾及他，他顾及你呀。再说了，到时候他带了什么相好的来住，岂不是很尴尬呀？你都瘦了呀！跟你说了换件衣服。不好看吗？是啊，这叉开的太高了。哎呀，谭司令呀，弄好呀！穆夫人好。穆夫人。哎。徐督办，我是让他来拿点东西的。啊？拿什么？拿什么都行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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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去。看来这些天是我令谭司令不便了。哦，没有，没有不方便，那个是我妹妹。哎呦，谭司令，侬妹妹还是蛮多的嘛。谭司令不必勉强，我家老宅正在修缮，还有2个月就能住了。我先搬去理查饭店，你我生活上互不干涉，两相便宜。不打扰，不打扰。这个，你要是这么出去，人家以为我赶你出去的呢。再说了，这2个月时间可不短，你总不能一直住饭店吧？就是呀。还有这个理查饭店在租界内，进出不方便，我的兵进不去。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徐督军交代？哎呀，光耀呀，你不要让谭司令为难了呀。你还是住到穆公馆吧。这一来呢，穆家、徐家2家交好，你住过去啊，不会有人非议的。这2来呢，公馆呢离司令部又近，出出进进的也方便。等老宅子修好了，你再过去啊。穆夫人说的对，徐督办，你住在穆公馆，我放心。就是呀。那就有劳穆夫人。哎呀，客气了。徐督办，你呢，先送送穆夫人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去忙，就不送你了。好呀，好呀。谭司令啊，我们还有正事没谈，你忘了吗？唉，容我几天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啊。那你总得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做吧？您说您这搬去穆公馆住啊？婉婷小姐又该整天黏着你。要我说，还不如住酒店来的自在。今天穆夫人当面邀请，谭学林也顺水推舟。我要是不去，那2头都得罪了。督军走前千叮咛万嘱咐的，要您盯紧谭玄林解散谭家军的事儿。您说这时候谭玄林这么热心的帮穆夫人说话，
肯定是为了支开您，背后搞点什么小动作吧？没事，反正白天我也在司令部上班。他想搞小动作，一样躲不过我的眼睛。少帅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婉清小姐回来之后，你的心跟着飞到木公馆去了？脑子没点正经事。我就说呢，你怎么可能愿意留下当这破督办？肯定都是为那婉清小姐吧？我倒不是为她留下来的，只是我也在上海，多少能照顾着点她。她一个人离开家有10年了，母亲又过世，有个熟悉的人在身边，多少能安慰点她吧。哎，司令，刚才有个典当行的伙计来，拿了票据说你欠了他们200大洋。没错，我确实欠了他们200大洋。这票据啊，我不仅要签，还得盖章。这种票据您还盖司令部的章啊？我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有据可查。